日本的重量級企業現在拉起了警報，中國大陸的稀土戰今天要來看到已經重挫到，包括了日本的三菱重工、日立、信越化學都遭到鎖定了。稀土戰在升級的時候，包括了當地的軍工、高科技供應鏈會不會迎來危機？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會對日本的產業造成影響很大的重擊，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影響不深，日本自己有其他的方案，幫我們留言寫2，一起來做討論。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好，我們現在要來看到這個中國大陸的稀土戰已經好一陣子了，但是現在有了一個最新的數據，光是6月份哦，現在呢，在这個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制裁的部分，其實5月的時候有稍微放寬一些，但是呢，在6月的時候，對日本它有在祭出4大戰略元素，給它幾乎是斷供，這當中包括了加、敵、特跟乙，全面來做一個精準的打擊。為什麼鎖定這4個元素？等一下來看。第二件事情，現在其實有具體的企業已經受到了影響，都是日本的這些重量級企業全面承壓，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幾家。那如果稀土繼續管制的話，日方也做了一個經濟的一個估算。損失恐怕達到2.6兆日元，對日本產業的重擊有多嚴重？那麼現在包括了美國跟日本，他們都投了，包括有美國的部分投了數千億要重建去中國化供應鏈。日本方面現在開始拆解它的馬達要回收稀土，能夠成功擺脫中國供應鏈嗎？好，今天我們會來做深度的剖析。好，這一場稀土戰現在已經不是貿易反制，可以說是精準打擊。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對於美國的打擊是，其實呢，6月份對於美國稀土出口雖然已經回升了，但是上半年的話，整體的量還是比當時中美貿易戰前暴減了大約幅度高達20%。那中國6月份則是持續收緊，對於日本的出口已經降為0了。就是這剛剛我們提到的4大元素，直接打擊到的就是日本的軍工跟它的制造業2大核心命脈。好，我們看看這4個元素的稀土為什麼這麼重要。先看到第一個銻跟特哦，它們這些是屬於高性能永久磁鐵的關鍵原料。加的話就是跟半導體、5G 有關了，所以是科技產業。再來乙的話是大量的用在不管是這一些航太的發動機、材料或者是雷射系統、半導体都有關係。具體已經拉起警報的企業，包括了三菱集團5大核心企業，像是三菱造船啊、三菱重工等等哦，其實都有受到蠻大的一個影響。那這當中包括他們參與了飛彈、防空系統、軍艦、戰機零組件的一個製造。好，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日立企業也受到影響。影響的就是它的工業設備、能源系統、高階電子的生產，還有牧田跟信越化學，影響的是半導體企業，甚至連我們來看到手表相關的企業 Citizen 跟歐姆龍也公開示警，如果出口再持續的受到限制，未來的財務會受到嚴重的打擊。好，所以為什麼北京6月份要針對這4大元素做一個收緊的動作？哪一樣元素對於日本產業受害最深？那介大使怎麼看中國大陸的目的？現在看起來，我看了各界分析哈，現在4種稀土裡面哈，就是銻跟特，這2個這個稀土啊，對日本的傷害最普遍最大，因為它基本上是就是說，主要用於新能源，主要用於這個風力發電，那麼甚至汽車製造，還有怎麼樣？還有這個有關的這個晶片製造的這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永久磁鐵，這樣子的這個關鍵的這樣子一個產品的製造會造成致命性的傷害，而且最重要，它沒有替代品。也就是說，你失去了永久磁鐵這樣子的一個重要的這個工業的一個這個產品裡面重要的這個最重要的元素那你的打擊面是非常廣的，打擊面非常廣。那你其他比如說鎵的部分的話，它主要是用於這種高精密的這種通信或者說是這種雷達，這裡面很重要的。那它打擊的這些產業是比較不是面這麼廣，可是你如果是永久磁鐵它的整個生產受損的話，那這打擊面就是一片。那當然中國大陸對日本的這個禁運基本上是針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崛起，然後呢高市早苗這個妄圖干涉兩岸的事務。那中國大陸認為這個是對中國大陸核心利益的一種公然的一種威脅，
那必須要對這個新型軍國主義的抬頭採取一個強制的、一個決斷的、一個怎麼講、一個能夠把它嚴阻的一個有效的辦法。那最有效辦法就是把日本的軍工的力量，甚至日本的經濟的製造的力量把它削弱。如果說不能夠再展現在這一方面中國大陸有這個能力的話，那日本會完全是一意孤行到底。那只有讓日本在它的軍工產業跟它的這個整體的製造能力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之下，那麼才會第一個有效的遏制日本新型帝國主義的崛起，另外也會讓日本重新評估它目前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不是這種挑釁式的、這種公然挑釁或者公然與中國大陸作對的這種政策是不是有調整的必要？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目標也是非常的清楚。那目前為止看起來日本幾乎沒有反擊能力。好，所以大陸鎖定這個迪根特，現在看起來是影響最大，直接打擊到日本的軍工跟製造產業。那其實有具體的企業受到影響，再念一次，包括三菱重工、牧田，還有日立等等。接下來的持續的對於產業的打擊或者企業的打擊又有多嚴重？尚志哥怎麼看？我們知道，其實稀土呢，日本自己也有，但占的很少，1%。而且主要稀土，無論從開採到最後你要提煉當中，它有很重的污染或者要很高的能源，所以呢，日本基本上過去都不在自己的國土，日本国內做這件事情，都是在外面做。那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呢，日本政府啦，看到高市早苗跟整個他們經濟產業省到處全世界去結盟，他們還是要想盡辦法，在3個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第一個部分到處搜礦，跟大家一起合資；第二個部分是一起結盟，然後一起討論如何來共同運營；第3個部分是以跟歐盟為主，希望能夠定這個稀土的未來從標準到價格，由他們來控制價格。你都不生產，你控制價格，但是基本上日本政府現在在營造這樣的狀況下無一不語。然而，就如同剛剛大使前面所提到的，現在的這一些重稀土跟輕稀土，真的对日本的這種影響我覺得真的是苦不堪言。而且看起来日本政府有壓制，他們把自己內部的這個工業跟製造業的嚴重性對外說出來。我們剛剛講前面提到迪根特，這個其實是在2026年1月份一宣布的時候是直接跌落谷底，就0了。就這半年就沒有任何一點點進到中國的市場。那我很重要的氧化鋰的部分，在一開始馬上就跌90%，到6月之後也都完全1公斤都沒有再進到日本了。那我們都知道這些，另外還有7種的重稀土，其實也都是從1、2、3月的時候立刻大降很多，到4月之後都80%沒有再進來。你看。重稀土都沒有進來了，輕稀土呢還是有持續進去，因為有很多的一般的製造業日本用，但是也減了30%左右。所以你看這樣子的減量，那對日本的部分都知道，我還是整理一下。首先第一個影響最大、面向最大就是汽車業。那現在其實豐田、本田這一些所有的日本的部分汽車都受到影響很多部分產線其實是有萎縮的。第二個重要的其實是半導體業，我們到時候信業化學就受到很多影響，因為這裡頭像氧化鋰這些東西都是重要的。第3個影響是整個供應鏈，製造業的供應鏈大大小小，包括機器人啊，包括等等的包括這種所謂這個太陽能啊、風電這些裡頭需要的東西，其實都有關。好，第4個是最關鍵，那就是軍工業。軍工業剛剛提到的川崎或三菱都是，而中國其實看起來最重要的就是要打軍工業。那我們知道在整件事情上當中，是確實從高市早苗在去年不能說台灣有事一氣研發的，但目前看起來好像不只是懲罰而已。中國大陸現在是一個大戰略，因為軍國主義要起來，軍工業就是要打。所以中國大陸的說法是以軍民兩用管制。那麼到現在為止都知道，已經有80家點名的機構跟公司，其中有40家是黑名單，另外40家其實是關注的要知道，其實現在的影響性，你以為日本不會到處買嗎？他們到處去找，可是為什麼買不到或很難買？因為我們舉個例子，現在剛剛講重稀土這7種。1克就超過2萬人民幣。我們講說氧化鋰吧，在中國大陸的境內的時候，1公斤是8塊美金1公斤，在歐盟1公斤是1200塊美金。你看這樣子的價錢，你能買嗎？過去便宜就能買到，現在就買不了。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影響性對於日本方面的產業影響，端看大陸是不是要把日本的製造業，尤其軍工業打到殘、打到爛、打到死。如果會
中國大陸的戰略就是這麼做的時候，我認為這當中沒有任何消停跟改变的可能。好，所以日本現在趕快想辦法，那真的辦法也不多哦。除了做回收，上次我們提到之外，現在呢也去猜提煉馬達要提煉出稀土，但是也被這個外界笑說這個報廢週期恐怕需要15到20年吶，你到底要怎麼做？然後再來就是稀土的提煉、重稀土的精煉能力都還是握在中國手中。日本有辦法成功嗎？啊，張将軍怎麼看？我認為日本它要去紅，去中國的這個中國化的供應鏈，我認為。日本在這一方面不是成功不成功的問題，這是日本的一個重要的手段。他要凝聚國家意志。他的戰略目標跟去中國化這個路線來看的話，並行不悖。我就是要凝聚我的國家戰略目標。那有3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凝聚國家的意志。那這樣越抗中越反中越去紅。日本的國家的意志會越凝聚，所以不是經濟的問題，是國家戰略目標的問題。我就是要去中，我就要走抗中的路線，我才能夠凝聚。因為日本的經濟表現並不好，那要怎麼凝聚？就是去中去紅，所以這個路線。那第2步要做什麼？第2步就要進行修憲，因為我國家的意志凝聚了，我就要修憲，非戰憲法基礎要修掉，我就有正式的軍隊了。因為現在日本沒有軍队，只叫自衛隊。那他一修憲完畢之後，修憲的話就第9條一修掉之後，就是日本國防軍，日本武裝部隊就出來了。那就是正常國家的模型就出來了。所以他这要走，那就有戰爭發動權。日本就變成一個正常國家。第3步驟，發展核武，因為周邊國家包含朝鮮半島、包含俄羅斯、包含中國大陸都有核武，唯一日本沒有核武，所以他第3步就要走向核武。有核武了，有國防軍了，有日本的武裝部隊了，憲法也允許有戰爭權了，日本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是，所以去中抗中絕對是日本要走的路線。所以中國大陸對日本限制它稀土对日本的出口，日本會屈服嗎？我認為日本不會屈服，剛好正中日本的下懷，就是作為凝聚它國家意志的一個重要的工具。好，謝謝張將軍，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